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跟人家说我以后想当医生，那也是很多人跟我说这是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的，你考不上医学院的。但是后来也是，对，我今天也是就走到今天了。对，那我在我医学院毕业的时候，也是很多人说，你想你想当皮肤科医生，皮肤科这么竞争，这么热门，这么多人想要，你进不去的，你不可能进到皮肤科医师的。我在当医生的过程中，对，最开心的就是看到病人回诊，然后跟你说，哎呀，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因为你有帮到他这样子。很多皮肤的疾病都是没有办法治愈的，都是只能控制。那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挫折，就是有一些病人他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，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。但是我们这个科别可能比较不会像说一些其他的科这样子，就是嗯，就可能就是除了说癌症病人以外，比较不会说遇到什么就是没有办法治，然后你可能明天就马上会走这样子。病人有时候你也就是只能延迟他的那个生命，但是可能总有一天他还是会过世这样子。在我是很年轻的医生的时候，是会把工作情绪带到私人的生活上，就是可能下班了，我还是会很难过，可能因为今天看到了什么事情，然后遇到了什么病人，或是怎么样，会把工作情绪再带回家里，因为病人的关系。那但是呢，是一开始前几年，对，那随着经验的增长，慢慢的自己somehow就学会说怎么去调试，怎么把这个事情分开，然后呃，就是医院就是医院，然后家里就是家里这样子。你可以说，我的人，我的人好像并不是需要常常很多一大群朋友的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是呃，可能可能我到最近，因为我必须要管理一些部署嘛，就到了最近，几个月，我跑去做了一个人格的心理测验，然后那个时候，我才发现说，为什么好像很多人觉得说，很需要朋友或者什么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去国外，或是去什么，或是我的城市搬家一个换过一个，我都没有再害怕，也没有觉得寂寞或是什么。我的人格特质好像天生就是比较不需要这方面的，但是这种人也比较稀少吧。因为我看到我做出来那个心理测验，好像就是女生的话只有1%的女生是我这种人格特质，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怪怪，好像很孤僻或是什么。但是其实是我很 self sufficient，就是我一个人就也是自己很开心。我担心的事情，最担心的就是在台湾的父母呀，因为他们年纪就大了，对，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对，因为我的事业或是可以说我的 career 整个都是在德国建立起来的，对。然后如果说我回去台湾的话，就是要放弃我过去20多年在国外建立的这一切的东西，对。那比方说，像在台湾的医界，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。我的父母又年纪又越来越大了，这样，所以其实这就是我对我的未来的担心，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我未来有什么希望？
这一题可以不要回答吗？对，我今天带了这2张统一发票，对，可以秀一下。这个事情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偏财运的人，那从来也都没有中过什么乐透啊，统一发票可能200块只有中过1次2次。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那这2张发票就是有一年我回去台湾的时候跑去逛街，然后同一天下午在同一家百货公司，2个专柜买了2样不同的东西。那结果后来我就是回来德国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我就是把发票就放着，我也没有想要去兑，因为就觉得反正自己不可能会中的。那过了6个月以后，我才想说啊，今天好无聊，我来兑一下统一发票好了。结果发现，在那一天那一个下午，对，就是那一天那一个下午呢，我连续买2个专柜2张发票，都各中了1000元的新台币。但是因为已经过期了，所以也不能领，我就只能留着这2张，这曾经价值2000元台币的统一发票。对，在这边感叹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就是，你永远不要觉得，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，你也不要一直先入为主、自我设限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有一点自我设限，给自己一个 stereotype， 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偏财运，对，结果我觉得或许这样也可以印证说我真的就是没有偏财运，因为当偏财运来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办法拿到它，对，可能就是这样子。就是对啦，教训就是不要自我设限，然后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，对，应该是这样说。